着色林道位在南投仁愛，名字來自布農族的着色群，是族人在這片山谷活動的足跡。後來因為林業作業成為了伐木道路，如今轉為探險者、單車騎士還有越野車騎士共同踏入的山徑。那林道主長呢，全長約18公里，前段平緩，中段進入碎石、唐灣山的林相。而真正吸引我的，我覺得不是風景，是這裡的路永遠在變，越裡面越可以感受到山的性格。每一條林道都像是一個故事的開頭。我覺得着色林道則是一個深入山脈腹地的邀請。哪一個？好。这不是鱼池乡，不是魚池，它那邊矮山，後面是日月潭。哦。剛剛那個是卡杜部落，台灣的名字叫中正村。對，他們每個村都會有一個，你像武界它叫做法治村，可是他們自己人都叫武界部落，所以有一個不一樣的名字。上一次呢，我們騎了太清宮林道。那騎到後段的時候，整個是很心驚膽戰的，路上的石頭真的是跟拳頭一樣大，整個人是崩到極點的感覺在騎，這種感覺還記憶猶新。那這一次呢，一樣是埔里戶外探險的經驗豐富的 Tony 老闆，要帶我們來進入着色林道，而且是着色林道的支線。對於喜歡林道的車友來說啊，着色林道的主線應該就像是自家後花園那樣，就是很熟悉。那可以看到 YouTube 上很多的影片，也都可以看得到。還有一個平緩的主線，開闊的視野，景色很漂亮，也是一個練車的聖地。如果是新手的話，去跑着色林道的主線一定是完全沒問題的。那如果只是跑主線呢，今天這部影片就沒什麼看點了。那主線部分的話，我們大概只騎了2公里左右。之後呢，就是 Tony 老闆會帶我們切進一條，我覺得真的是藏在草裡面的支線，它更像是一個通往另一個世界的暗門。隨着車輪轉進卡杜部落的小路，這大概是今天最後一段可以感覺到人煙的地方了。隨着引擎聲穿過整個村子，部落的聊天聲越來越遠，眼前的山景也豁然開朗。剛過了村子口，腳下的水泥路就漸漸消失，轉換成那種碎石跟黃土混在一起的路感，空氣也變得很不一樣。那是一種山林裡濕濕冷冷的土味。那我覺得這個真的像一個隱形的門，後面就是整個部落的日常，而前面呢就是着色林道那種清新的高山腹地。往遠處看，可以看到很多的百岳就躲在雲霧後面。當你拿出手機的百岳 App 出來看，你就可以發現，其實手機正對着前面的山，可以發現每一座山都是一個百岳，每一座百岳都好像在偷偷的觀察我們這群不速之客。路邊的草也長得都比車子還高，有些路基都快被蓋到看不見了。這是一種原始的劣境，像是在提醒着我們，接下來的路沒有導航，沒有文明，只有最原始的挑戰。說真的啊，這一次旅行整趟最嗨的時候，其實就是現在這種剛離開文明，這樣一頭栽進未知荒野的這種興奮感。我們迎來了第一個倒木的挑戰。這個木頭看似呢很平穩，
但是你一過去的時候，整個輪胎都是打滑的，木頭會跟着滑了一下。那在經過這個倒木之後呢，我們就抵達了一個小平台，在這個平台上啊，我們體驗到了在地的馬告樹原來是長這個樣子的。珊瑚礁马告，吃起来像橘子皮的味道。檸檬香对，可以嚼久一点。可以吞下去吗？可以啊，它就是香料啊。我不想吞，我是不敢。接下來呢，我們进入了一個小平台，我們在這裡休息了一陣子，把車熄火，讓引擎的聲音推到後面，留下來的只有風聲，還有山的呼吸。抬頭看了一下四周，百岳就在遠方靜靜地站着。這種壯麗不是衝擊的感覺，而是慢慢滲進來的。我們在這裡呢，試吃了一點真正的馬告。蠻讓我意外的，就是原來馬告是檸檬香茅的味道，跟我想象中的完全不一樣。因為之前吃的一直都是，比如說馬告香腸啊這一類的加工食品，我以為會是那一種很嗆很辣的那種胡椒的香料感，結果入口的瞬間是一種很清爽的檸檬香茅味。珊瑚礁的味道真的是很神奇，有點野，但也不會太刺人。就像這一片山林一樣，而在這邊，我們全部人都停下了腳步。右腳上去，右腳不要踩下来，右腳，你的右腳踩在道上，不要动你。好。這一段之所以緊張，是因為右手邊是一個看不到底的懸崖，而左手邊則被一棵外凸的樹卡死，路只剩下一條線。這個地方會讓人害怕，不只是因為地形，而是因為我知道一件事。老闆說，之前有人在這裡整台車掉下去過，所以現在呢，每一台車都走得很慢，沒有人說話。只有指示聲，還有引擎低轉的聲音。那幾秒鐘比任何的一段路都長，直到車子通過，才發現自己剛剛一直在憋氣。這個是上次掉下去的痕跡啊！整台車掉下去。哎呀，車卡在那裡啊！拉得起來。那在度過剛剛那個斷崖之後呢，緊接着又是下一個挑戰了。一棵完整倒下來的樹，完全的把地面給蓋住了。路不見了，只剩下左邊一個被硬擠出來的小洞。那過去只有一個方法，是把人跟車一起往左邊傾倒。那以我這個1.8公尺的身高來說，再加上這台車的體積啊，真的是非常的不好過。我過到一半就知道不行了，所以直接把整台車往左邊給放倒，就這樣整台車呢就靠在泥土堆上，我只能用腳慢慢的滑，把車子慢慢往前推。其實這一段我覺得還蠻好玩的，它不像前一個關卡那樣子一結束，一瞬間就結束的刺激。這一段呢比較像是在玩一個關於怎麼把自己縮小的遊戲，把身體和車子想辦法把體積縮到最小，才能從這個縫隙裡面通過，是一種很純粹的樂趣。再來 ，OK。真好。
接下來到這邊呢，就是我們要開始來衝坡了。這個坡呢，不是你油門補下去就會過的那種，它是非常有技巧的。油門要補的在一個時機上面，像 Tony 老闆就在旁邊告訴我們說，要補的時候，你就要馬上全力補下去，車子才會穩穩的往上面衝上去。那如果你提早補了一點呢，車子可能就會往左邊偏過去了。沒事。這個坡也真的是非常的好玩。那個农場之後左走，然後我們去露營區吃飯。好。那接着呢，中午我們要到五野浪花這個露營區來吃午餐。老實說，從大學到現在，我和不同的朋友幾乎每年都會有1到2次去露營，也去過了不少的露營區，但五野浪花給我的感覺真的完全的不一樣。它不是那種被規劃得很整齊又觀光的露營區，而是你一走進來就會發現這裡是山林本來的樣子。整個視野看過去真的是一望無際的感覺，四周都環繞着群山，真的非常的漂亮。周圍沒有太多人工的東西，有的只是風穿過樹梢的聲音，還有那種陽光灑下來的感覺，真的非常的舒服。還有那種騎完林道之後可以放慢呼吸的感覺，真的是太棒了。那對我們來說呢，它不只是一個露營區，更像是完成一連串的挑戰之後，給我們一個溫柔的中繼點。在這邊呢，我們也聽到了老闆的介紹。我們現在在五野浪花，這是老闆。這邊是只有純粹出那個營地浴室，对，就是其他就沒有了。還有風景哦，風景要自己的看了，因為每人的感覺不一樣。只有一個優點呢，就是可以看比較廣的地方，雲海比較高嘛，雲海就當然是看得到。對，尤其如果是下雨天是最好的。下雨天，那個雲海就很濃啊。哦，對，下面有雨，上面沒雨。前面那個就是古界的那個雲海的那個，不是雲瀑的那個路徑啊。如果你們打開 YouTube 的路徑，就是在下面。離開露營區之後，我們要踏進下一段路了。老闆說這個叫做列徑。如果你從來沒有來過啊，你真的會不覺得這裡居然有路可以走，因為這裡其實也不能算是路啊。這一段是過去原住民上山打獵時常年踩出來的列徑，沒有標示，那草呢也快要把整條路都給吞掉了。騎進去的時候，草是直接掃過你的臉，打在安全帽上。車子和身體啊，幾乎是被整片草海包住的。你不是在走路，而是沿着草被撥開的方向，一點一點的往列徑裡面騎進去。這種感覺其實蠻奇怪的，明明引擎還在轉，但你會開始懷疑，前面真的有路嗎？進來這裡真的對嗎？但還好，就隨着引擎聲這樣子一路往前騎，慢慢的你就可以看到路出現在你的眼前。难怪那麼空旷，那邊黑黑的。山豬洞。对，它因為可能有車子進來，所以他們就整群就移開了。看得到。
不要忽然間衝一直出來啊！沒啦，應該沒啦，看都沒有進去的痕跡了啦。不錯。在衝完最後一個坡之後，我們就要前往今天的最終目的地——黑森林秘境。接着我們抵達了一個黑森林秘境。老實說，這裡的景色已經有點不知道該怎麼形容了，有一種秘密的感覺。如果你喜歡華語電影，你可能會想到這種武俠片裡高手在樹林之間對峙交手的畫面。如果是西洋電影呢，這裡又很像《魔戒》裡面的森林，或是那種迷霧彌漫，一走進去就會迷路的黑暗森林。真的讓我有很多的想象空間。現在的天氣還算乾爽，我們在這裡玩衝坡。最後，我们来到了這一段高山農路。如果要我替這趟旅程下個注解，我會說它真的是一段驚喜不斷的路。沒有一段路是重複的，有5-6個不同的挑戰，每一個都不一樣，也每一個都超好玩。這段路上，你不只是來看風景的，你會度過每一個挑戰，站到一個新的位置，看見一種你從來沒有看過的視角。你的騎車的技巧在增加，心境也在調整。而那些一幅一幅的風景畫都會被收錄在你的腦海裡，那是一種很奇妙的感覺，因為你知道有一些風景是你一輩子都不會忘記的。這趟旅程中，我們從林道主線出發，進入支線，踏進列徑，經過露營區、茶園，穿越一個一個的坡，也走進那片黑森林秘境。而在最後的這段高山農路，我覺得真的是一份獎勵。獎賞我們在度過所有關卡和挑戰之後，迎接了一個開闊的視野。走過之後，才懂得滿足感。如果你還沒來過林道越野，或是你還沒騎過這段越野道路的話，歡迎你一定要來找埔里戶外探險的 Tony 老闆。